上周四啊，傅国豪的父亲在今日头条宣布啊，这位当年因为反送中运动而名声大噪的记者啊，已经于去年10月25号因为抑郁症而去世了。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他父亲要在1年之后啊才宣布他的死讯啊，不知道跟疫情有没有关系啊？但是毕竟一个30岁的年轻人啊，就因为抑郁症而离世，还是非常令人痛心的一件事情。今天啊，咱们就来讲一讲傅国豪这件事情啊。傅国豪走进公众的视野，就是因为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他当时是《环球时报》下面的环球网的记者，估计是当时他们报社啊派他到去香港做报道，时间呢是半个月。8月13号这一天呢，他应该是完成了工作，准备回大陆，就去到香港的机场。结果当天晚上呢，香港机场发生了非常严重的暴力冲突。他呢到了机场之后啊，感觉到还想再拍一下，于是呢他就把那个带记者的那个衣服亮出来，拿着摄像机就到里面去拍摄了。结果呢，由于他的这个身份呢，很多人怀疑他是国安的卧底，然后大家很多当时现场的反送中运动的时候，也都对境内咱们大陆的这些媒体的印象不是特别好，所以他现场呢就被很多人给打了，而且把他那个包里的东西也都掏了出来，手机呀、证件呐、什么之类的都被扔了一地。这件事情呢，后来啊，在香港媒体中间，很多人质疑傅国豪的这个有没有记者证。那么傅国豪确实是没有记者身份。后来他在香港的法庭上作证的时候，也讲到他自己没有拿到编辑记者证，所以很多人认为他是非法采访啊。当然了，不管是不是非法采访啊，他本身其实现场被打肯定是不对的了。所以面对当时有人把他绑起来，傅国豪就喊了一句当时非常有名的一句话。这句话让傅国豪一下子从一个普通的记者成为了一个当时的民族英雄。从香港回来之后啊，傅国豪受到了英雄凯旋般的这种待遇啊。还在深圳的医院的时候，那中央电视台的面对面栏目，董倩呢就去采访了他。这个节目我也看了，我看他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间呢，还讲到他说记者这个职业啊，给了他令人着魔的这种魅力。他呢觉得新闻现场他非常非常向往，能够去新闻现场去做报道。后来回到北京之后呢，环球时报还奖励了他10万块钱，然后据说啊，有人说还升职了，但是没想到啊，事隔不到2年，也就是2021年的4月份，他就从环球时报离职了。离职了之后不到半年的时间呢，就因为抑郁症而去世了。就是他当时为什么要离开环球时报啊？他父亲讲，就是说他当时离开环球时报，主要是因为环球时报的收入比较低，在北京呢很难买得起房子。有报道说呢，他收入1个月是7000块钱，在朝阳公园南门租了一个平房，应该说生活比较艰苦啊。要说7000块钱想在北京买房子，确实是不太可能。但是呢，这个理由啊，在我看来啊，也好像是有一点不太说得过去。因为其实北京有大量的30岁左右的年轻人啊，其实还是拿着1个月几千块钱的工作，拿着几千块钱的工资。为什么这些人还愿意选择在北京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你现在收入非常低，但是呢，或许将来还可以增长嘛，是吧？比如说你将来涨到1万5、2万块钱的话，那你可能房子就有可能买得起了。所以人的这个收入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实在北京工作和在你一个比较小的地方工作，一个最大的区别还是北京、上海这些城市能够给你一个比较高的上升通道，就是未来比较有希望嘛。而你一旦离开北京，回到你原先的家乡，你会发现，虽然房价比较低，但是呢，你的生活呢也不太有希望，基本上就被固定死了。所以他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啊离开这个环球时报啊？所以这里头可能还是有一些外人可能很难理解的因素吧。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就是他离开环球时报啊，当时啊，到底是不是因为环球时报没有给他足够的关怀啊？我看他父亲讲啊，他2019年8月份的时候，他不是出了反送中这件事情吗？9月份的时候，9月9号，他回到中国海洋大学做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呢，在网上还有视频。然后他回到北京之后呢，他自己家的亲戚呢，在北京请他吃饭。他这个亲戚本身是一个301医院的护士长，就觉得这个孩子的精神状况就已经不太对了，
所谓不太对了，就是说他的神情非常非常紧张，接电话的时候啊，这个非常非常这个紧张。估计是有一些人当时在不停的打电话骚扰他。他父亲当时呢，也在讲，他给他自己儿子打电话啊，也经常打不通。他儿子后来跟他讲呢，就说电话丢了。然后他这个亲戚就跟他讲，他说这个孩子啊，身体出状况了。其实这倒也不难理解啊，因为傅国豪啊，实际上因为一不小心走进了历史，像这样的人物有很多啊。他当时呢，实际上是面临一个巨大的价值观的冲突。一方面，就当时国家给了他非常大的荣誉，《人民日报》都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啊，叫傅国豪什么真汉子，是吧？就说他那一句话，就是我支持香港警察，你们可以打我了啊！这个喊出了14亿人的心声，给他的地位非常非常高，评价非常非常高。但另外一方面呢，大家也都知道，中国的媒体人中间有很多人当时是支持反送中运动的这批人的，所以他们对傅国豪的这种表现，甚至因为官方给他的褒奖，其实是不以为然的，甚至很多人会嘲讽他，就认为你其实不过是一个棋子，不过是个工具而已，是吧？你这个报道，你做出什么优秀的报道了吗？你作为记者，你并不是，你只是因为你喊了一个带有立场的话，于是你成为了一个所谓的符号。所以呢，他其实是面临着一种价值观的巨大的冲突的夹击。所以当时有很多人骚扰他，我觉得这一点其实也不难理解啊。问题的核心是《环球时报》有没有给他足够的关怀？我个人觉得，因为其实，一个记者啊，突然置身于这样一个巨大的漩涡之下，心理出了问题，我觉得可以理解。那么，如果要是一个负责任的单位，应该给他一个比较好的善待，比如说给他一些休假呀，让他给他一些心理辅导啊。甚至帮他找一些医生啊，去处理这样相关的心理问题。否则的话，如果你要是不管他，如果任由他心理出现问题的话，他肯定会影响自己的工作。那么《环球时报》究竟有没有做到这一点呢？我们不知道。但依据我的常理来判断呢，我估计大概率《环球时报》没做这件事情啊，因为体制内啊，说白了，对普通员工的心理反应啊，这样的情况关心本来就不够，更何况傅国豪本身可能还是个临时工，是吧？这个你看傅国豪没有记者证嘛，香港当时有很多奖了，但其实在中国呀，拿记者证啊，其实大家都知道，不是你们单位自己给你发，而是要通过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一个考试，叫编辑记者这个资格考试。我当年离开中央电视台之后啊，我在中央电视台取得的那个资格就失效了。我到了新京报之后，我还以新京报的记者的身份呢，还参加了这个考试，当然考过了啊。那么为什么傅国豪没有参加这个考试呢？其实很多单位啊，你能否参加考试跟你的身份有关，就并不是说你想去考试你就可以考试。就是如果你可能只是一个没有编制的临时工，你可能就没有考试的权利。所以傅国豪没有记者证这件事情啊，很大概率上啊，是因为他的特殊的那种身份有关。因为环球网嘛，它其实并不是说所有的人可能都有资格去参加这个考试，所以你就知道傅国豪他虽然说在国家媒体面前他被置身于一场英雄的角色，但其实在他的体制内的这个系统里，他是一个层级非常低的可能临时工。我今天啊，其实讲傅国豪啊，很大程度上就想讲一讲傅国豪这批人在体制内的这样一个命运。傅国豪呢，2009年啊，他考上了中国海洋大学。他一开始也不是学媒体的，他是学工程的。后来在大4期间呢，他有一次参加媒体的实习，他觉得做媒体这件事情非常有意思，于是呢，他就转到了他们学校的新闻传播学院。这中国海洋大学竟然有新闻传播学院啊！中国其实有很多大学的成立各种各样的新闻传播学院，其实也挺可笑的。后来这个傅国豪在这又多读了2年，也就是他读了6年的时间，拿了一个新闻传播学院的本科毕业证，就到了北京做了一个北漂。但是你要知道，在北京你要想进入到那些正规的国家媒体啊，其实非常难。就是说，很多国家级媒体或者说这些国字号的媒体呢，是把这些员工的进入当作是类似于考公务员那种方式啊。一般的人你要想进入的话，那比登天还难。
所以就衍生出来很多这种国字号的媒体啊，就形成了等级不同的身份体系。就拿我们央视来说吧，是吧？我们央视实际上大家都知道，用人体系分为很多个等级，最上面的是正式的员工，4000多人，然后下面是台聘，然后是企聘，甚至有一部分什么聘都不是啊。那么它这个形成也有一定的历史原因，就是最早央视啊，它一共的编制就是4000多人，后来在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间呢，它在市场上招了大量的人，但是呢，那个编制办又不可能给央视随便扩充编制，于是呢，这些人就没有办法解决身份问题，所以早期在央视工作这批人呢，尤其是像我们新闻评论部啊，绝大多数99%的人都是临时工。像我们新闻评论部鼎盛时期有300-400人啊，正式员工加起来不到10个人，其他这些人都是临时工。这些临时工实际上是不签署任何合同的，这个制片人看你顺眼就让你干，看你不顺眼你就走了。所以说栏目里的人像这个流水一样。后来呢，在2003年的时候啊，因为长期这么搞也不太行嘛，于是就进行了一些改革。中央电视台成立了一个叫中式惠才公司，就把这些临时工呢都跟一个中式惠才签约了。签约之后呢，中式惠才再把这些人派到中央电视台去工作，这就被称之为劳务派遣制度。像我们这些人都是跟中式惠才签的约，是吧？实际上并不是理论上来讲不是中央电视台正式的员工啊。所以早期的这些员工呢，跟这个中央电视台正式的员工之间这个待遇是差别巨大的。说到一个不起眼的细节，比如说中央电视台的进门卡，正式员工呢是一个白卡，普通的这些临时工呢拿的是一个蓝色的塑料卡。焦点访谈早期的记者出差啊，你知道吗？他们没有记者证，他们就拿中央电视台的出入证当做记者证去采访。所以焦点访谈的主体这批的所谓的记者，当年都是临时工。后来这个改革是焦力到中央电视台做了台长之后，才把这个进门证、进门卡都统一了。但是两者之间的待遇还是存在着巨大的差别。比如说，正式员工是可以分房子的。大家都知道，在北京，你分一套房子多少钱？反正最少几百万嘛，对不对？但是你这个起聘员工，你是不可能有任何分房子的福利的。所以这中间呢，这个差异还是巨大的。但是近些年来，据说啊，这个慢慢这个所谓的差异在磨平啊，因为那是我走了以后了。但是当年我在的时候，确确实实这种差异是巨大的。那么这些临时工啊，在中央电视台呢，也是属于这个整个这个行政体系下最下面的一层，他们的很多经历和命运呢，也令人唏嘘。其实跟傅国豪一样的人呢，也不少。你像我当时刚进央视的时候啊，我第一次出差，跟我出差的那个摄像，名字我就不讲了。后来啊，他就去世了。他的故事呢，其实挺令人悲伤的，因为他当年是山西电视台的一名摄像。焦点访谈到山西拍片子的时候呢，摄像不够，就从山西电视台借调他去跟他们一起拍片子。拍片子呢，访谈的记者就觉得他不错，后来就跟访谈的制片人推荐他，他于是呢就从山西电视台辞职，来到中央电视台做了一名临时工。一转眼在中央电视台干了很多年，后来大家都知道新闻评论部跟东方时空分家，成立了新闻评论部和早间新闻部。后来不到1年的时间，早间新闻部跟新闻评论部又合并了。合并的时候呢，其实我所在的栏目就叫时空连线，就白岩松带着人过来啊，就是成立了时空连线。这个时候呢，就是栏目里主管摄像的人就把这个摄像，就我说的这个摄像就开掉了。开掉的时候啊，他其实在北京刚刚买了房，买了房之后每个月要付几千块钱的贷款，压力非常大呀。所以后来他离开了我们新闻评论部之后啊，在2套一个栏目打了一段时间的短工，后来呢也没有继续了。但是这个对他的心理压力非常大。据说呢，他每天呢早晨呢上班的时候，他就拎着包自己从家里出去了，他其实没有地方上班呢，他就去那个公园里一待1天，晚上回家跟自己的太太说他下班了，然后月底的时候就找一些朋友啊借钱呢，回家跟他自己的太太讲说发工资了。一转眼呢就过去了半年啊，就是也许是心理压力比较大吧，然后他就身体就不行了。这个时候呢，他就总觉得自己头疼，他自己家社区医院去看病，
因为这些临时工实际上在北京是没有医保的，也没有社保，所以他可能也不太敢去那种大医院去看病，因为当时去大医院看病也要花很多钱嘛，他就在社区医院看病。那社区医院就怀疑他因为是戒烟所导致的，所以就给他简单开了一点这种止疼药吧，他就在家里头继续休息。几天之后呢，他在早晨起来在家上厕所的时候，头一歪就倒了，就晕倒了。他的太太就赶紧把他送到医院去抢救。到医院一做 CT 啊，发现他脑子里头其实长了脑干部分长了一串瘤子。他进了医院之后就再也没有苏醒，抢救了几个小时之后啊就去世了。当时我们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非常震惊，然后就到他家。我去他家的时候，他那个孩子啊大概只有7、8岁，还不太了解这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情，还在那电脑前面打游戏。但是他妻子就知道他们家的顶梁柱啊已经垮了，这房子怎么办呢？将来如果还不起贷款怎么办呢？就在那一直哭。后来呢，他去召开这个追悼会的时候啊，中央电视台那2套的新闻中心的主任袁正明也参加了他的这个追悼会。我当时参加这个追悼会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荒唐。为什么呢？因为致悼词的人呢就说啊，这名摄像啊一直在中央电视台工作，然后呢为中央电视台的这个事业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完全没有提他被中央电视台开除之后啊迷茫于那个公园那个长椅之间，然后遭受心理巨大压力的这么一段经历。我当时就在想啊，我就说这体制啊，你看有的时候其实挺狰狞的，也挺残酷的。为什么呢？只有当这些临时人员死的时候，他才会被承认。为什么呢？因为你死了，你就不会占用所谓的指标，你也不太会占用所谓的编制嘛，对不对？你也不会占用资源嘛，你也不会占用记者证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这个空档嘛。但是承认你是中央电视台的员工，只能表达中央电视台对你的关心嘛。但是你一想想，这种关心多么的虚伪啊，多么的荒唐啊！所以我当时站在底下的时候，就是在这么想。所以啊，其实中国的这个体制内的媒体中间呢，有很多这样的像傅国豪这样的人。表面上看，他们可能，怎么说呢？是这个媒体中间的一个记者，但其实啊，他们可能就是个工具。由于某种原因，可能出现在历史的某一个现场，但其实在这个体制内啊，他们真的就是一个非常微不足道的工具。真的自己面临困难的时候啊，真的自己面临某种难以解决的障碍的时候啊，这个体制是不会真正关心他们的。他父亲呢，在他的那个账号里头发了傅国豪当年去考大学的时候的照片。他说这么一段话：当年我送你去大学考场的时候，我没有想到啊，这个考场背后啊的路走起来会这么艰辛。如果要是知道的话，我不知道我还会不会做出那样的选择。但从某种角度来讲，其实我们没有权利去进行选择。在大时代的洪流下啊，傅国豪这样一个所谓当年的那样的一个英雄吧，这背后的辛酸呢，其实也可以让我们看到这个国家的另外一面。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咱们明天见。我支持香港警察，你们可以打我了。